马来西亚吉隆坡到邻国新加坡的航线，仅2023年1年内就卖出了490万个座位，因此这条航线也被称为世界第一繁忙航线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独立离岸顾问 Sean， 关注我，让你全球都有人。在我们马来西亚系列视频上集当中，我有介绍新山目前已经逐步与亚洲金融科技中心新加坡融为了一体。新兴点灯的宜居加创业模式，绝对是值得大家纳入无国界生活方式设计规划的考虑范畴的。但是据反馈，目前更多的家庭首要考虑的是家里孩子的教育问题。那么我想先分享我这么一个在马来西亚旅居多年的亲历者的结论：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及其周边的雪兰莪州地区，绝对是孩子留学大马的首选。为什么呢？吉隆坡到底有什么优势，又有哪些不足？吉隆坡及其周边地区具体有哪些代表性的学校可供选择呢？话不多说 ，Let's get into it。一、马来西亚的绝对中心，教育不仅仅在学校。马来西亚吉隆坡雪兰莪首都都市圈的优势是综合性的，在这块地方进可攻，退可守。站在世界版图上看下来，这是一块完美的桥头堡地区。在东南亚内部，这里没有曼谷的嘈杂混乱，没有雅加达的拥挤不堪，也没有其他东南亚城市的贫穷。这里传承的是中国最纯正的中文文化和传统，又有西方先进的科学教育、医疗体系制度，而且包容各大种族、宗教、文化，完全没有冲突。若各位看官深入多思考一点，就会发现这是一种难以置信的伟大状态。因为在世界很多地方还是充满了仇恨，甚至对小孩的教育都是仇恨教育。有些地方充满了系统性的歧视，有的地方甚至充满了暴乱，或者随时有可能面临战争。就不提那些已经在战争中的了。当然，有的国家没有战争，却如出世般的存在，却很难接地气的生活。而马来西亚有一种出于世而又利于世的感觉，尤其对国人的友好更胜一筹。随着免签政策的开放，从国内进出大马就跟在国内跨城一样简单，机票更是便宜的比一张高铁票还低。另外一方面，从大马转向欧美澳加也是非常简单的。打个比方，我们来申请美签，多少人在国内排着长龙，还一次次面临拒签，但这边就容易太多了。在马旅居已经给你的评分提高了很多，配合基本的资料完善，是很难被拒签的。二、旅居生活便利度全马最高。吉隆坡已经是完全成熟稳定的地方，这里资源是最丰富的，不是剑走偏锋的情况。这里的人口、整体教育、医疗、生活配套等等，都是大马其他城市所不能比的。那么如新山、槟城、古晋、怡保，不是说不行，可能这些城市还存在一些不成熟的问题存在，所以需要谨慎的选择。如有的过于偏远，有的发展有限，有的发展虽然迅速，但尚未形成成熟的大体系等等，会有这么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存在。而吉隆坡及其周边地区相对简单一点、省心一点、稳定一点，那是肯定的。只要大家过来考察大马，是绝对没有不考察吉隆坡的理由的。三、国际学校及华文学校均拥有全马最强竞争力。根据我从事国际教育行业多年的从业经验，以及对自己2个孩子双语教育的亲身经验，在当今时代下，以欧美教育为蓝本的国际学校的教育体系，无疑是大家考虑子女教育的首选。同时，考虑我屏幕前绝大多数观众朋友的华人背景，大家自然也不想孩子完全丧失家族的文化传承，更不愿看到自己的孩子成为所谓外黄内白的香蕉人 banana。在大马读国际学校，中文通常是作为学校里最常见的第2外语的存在。同时，由于大马大量华人的存在，生活中华语也是必备的语言技能。如果您和孩子在家也会说中文的话，课堂、生活还有家庭3重环境的加持，您想孩子还学不好中文吗？吉隆坡首都圈拥有全马最丰富的国际学校种类和形式，我相信总有一款是适合你家庭的。一、英制国际学校大马分校。由于大马是英联邦的国家，这边英制的教育是最好的，跟 UK 本土也不会差太多，所以大多数人也都是选择英式的国际学校。从高档、中档到普通档，水平是有很大差别的。顶尖的国际学校既有豪华的硬件配套，也有强大的欧美澳加外教，
具有非常高的教育水准，价格比欧美亲民那不止一点点，教育质量却是一点都不差。这边不同等级的国际学校根据师资力量和对应的硬件配套，而且以及位置而收费不一。总体来讲，就是公平公道的教育赛道，没有什么收费超贵但教育有大问题的学校。2. 大马本土教育集团。大马本土教育大概分为4类，分别是华裔主办、印裔主办、马来裔主办或者其他宗教学院。顾名思义，他们分别是由不同种族的教育集团主办的学校，也带有了各自种族的特点。尤其是华人主办的学校，孩子中文水平跟国人几乎没有任何差别。越来越多其他种族的父母也会把孩子送进华校读书。马来学校对他们自己的宗教教义课程权重会比较重一点。这些学校的共同点就是收费便宜，马来语、英语都是必修课。最后是其他的宗教学校，比如基督教派学院或者佛学院。这些也是除了一样的主科以外，宗教活动会比较多一点。其实绝大多数的活动都是非常有意义的，比如基督教活动最多，周末会组织孩子在一起玩游戏娱乐，即便讲到宗教的内容，也是讲大爱包容的东西最多，也没有什么强制限制。佛学院也是这样，除了会有各种活动组织，有的还有免费的补习课程，所有老师都是因为信仰来做义工的。特别的一点是，诸如打扫佛堂这类的活动，也是号召大人们一起和孩子参与的。3. 美加澳式的国际学校。这类学校在大马的数量是最少的，基本都在最贵的一批里边。这些学校要求师资都来自美加澳，这些要求是很高的，这也是它贵的主要原因。到这里读书的目的选择一般比较明确，就是要让孩子将来去美加澳读大学或者发展。学校一切课程设置都按照母国的学校的教育模式设置进行，包括课外活动，甚至学校组织的主题 party 等等，都是有鲜明国别特色的。另外，谈教育，我们不可能忽略马来西亚的大学教育。马来西亚的大学其实是不容小觑的，整体的教育质量也是非常不错的。和欧美一样，这边的大学是宽进严出，很多大马大学的教育质量并不差，但是确实有被某群体的学生质量拉低了名声的存在。比如很多国内高考没考好或者压根考不好的学生，通过某些手段可以进入大马一流大学的，但是大家的基础不在，又不学习，最终只能毕业延期或者请帮手等等，找一些漏洞的形式来谋求毕业。真正能学习的人，如果一时在国内高考失利，这边将是一次绝佳的重新开始的机会。这是我们全球人团队大马吉隆坡当地顾问 John 上周凌晨3点在吉隆坡国际机场拍的照片，人头攒动，熙熙攘攘。这么一个所谓落后的东南亚国家，竟然有这般场景。没错，据 OAG 的权威数据显示，截止到2023年年底，马来西亚吉隆坡到邻国新加坡的航线，仅2023年1年内就卖出了490万个座位，因此这条航线也被称为世界第一繁忙航线。曾一直稳居世界最繁忙航线的香港台北航线，不得不让出了桂冠宝座。这从另外一个侧面也看得出，马来西亚的综合实力在不断的提高。吉隆坡及其周边雪兰莪州地区的国际学校，在数量上就占到了整个马来西亚国际学校数量的近40%。在这里，用低于全球平均生活成本的花销上亚洲一流、世界顶级的国际学校，成就您孩子卓具国际化视野的未来，难道不香吗？而且在目前东西方日益对立的国际地缘政治形势下，马来西亚这一左右逢源的世界十字路口，难道不也是适合你和整个家庭进可攻退可守的绝佳跳板吗？话说回来，国际学校是我推荐低龄留学大马的首选，但是华文小学或者中华独中当然也是可选项之一。如果大家未来考虑孩子是以中文作为第一语言，或者想让孩子未来回到中国大陆以及港澳台为主的华语区生活，让孩子从小在大马接受华语教育，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不同学校类型的选择不存在对错，或者哪种方式就比另一种好，而是最适合您孩子和家庭的方式才是最好的。当时间流转到2024年，马来西亚联邦政府也对第二家园签证政策放出了风声。24年第二家园新政将分为白银、黄金和铂金3个组别，最低存款门槛下降到50万令吉，申请者年龄要求下降到30岁，大马强制居住时间下降到每年60天。大马联邦第二家园 MM2H 2024年新政变得越来越亲民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不论是您
孩子还是老人，一家3代人都能在大马找到你自己最合适的位置。你还在犹豫什么呢？柔佛苏丹伊布拉欣在1月31日宣誓就任马来西亚第17任国家元首，迎来5年任期。65岁的伊布拉欣于1958年11月22日在柔佛新山中央医院出生。年轻时期，他曾在美国接受训练，成为海豹部队的成员。1982年，他与霹雳州公主拉惹查理苏菲亚成婚，两人育有5男1女。1988年，身为柔佛王储的伊布拉欣曾与妻子一同出席新加坡国庆庆典，由时任贸工部长兼第2国防部长的李显龙总理及夫人合金接待。伊布拉欣的父亲伊斯干达在1984年宣誓成为马来西亚第8任国家元首。伊布拉欣是继他父亲之后第2位出任国家元首的柔佛苏丹。对时政问题敢怒敢言的伊布拉欣，在上任前就对媒体说过，他绝不当傀儡元首，并且决心在马来西亚杜绝腐败。他也希望重启兴隆高铁项目，引起广泛的舆论热议。伊布拉欣在坊间也被称为最会赚钱的苏丹，在柔佛建设的森林城市4宅项目也是他的投资项目之一，由中国发展商碧桂园集团和柔佛州政府的人民基建集团 KPRJ 共同开发。马来西亚是全球43个仍保有君主制度的国家之一，由全马9个州的世袭统治者通过轮任制投票选出国家元首。伊布拉欣将如何扮演元首的角色，社会各界将密切关注。顺手牵羊，一个关于无国界资产管理、生活方式设计规划的频道。我是Sean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